我刚刚看了一下进度哈，这个其实你看我基本上什么都一直在不停的画哈才画了这么一点。如果这个进度的话，我们要2节课完成它，其实还是很难的，因为光的时间用了很多，要用很多。我们抓紧时间。我们比方说把这个画了以后呢，好，然后就要把那个水先画出来。画水其实也是很简单哈，你们这2天给大家画了很多的水说这里水呢，就我们在画的时候就给大家画的快一点。调色呢，基本上这下面这个水它由于我要突出的是光的感觉，所以说这个水我都会把它画的比较怎么样呢？比较深一点。我不但加了很深的这个，加了很深的就是太极蓝胭脂我还加了墨，直接就好了。调好以后，把笔打扁以后再扭一下。我们时间还是过得很快这个今年秋季网络直播班基本上就过了一大半了。这节课上完，下节课把光画完，然后同学们可以你们自己认为好的图片就可以怎么样呢？就可以发到群里不过现在别发，我们在把这个光画完了以后，就可以发到群里。发到群里，我们可以根据你们的图片，这个来选择画一张画。像今天这个我们那个同学如果是发早一点的话，有可能我就用你那张光了。从山洞，我把那个山洞呢，它那个山洞太圆了，我把它画的比较。可以把它画的比较这个有变化，好，然后透过它，我们把这个光画出来，也是很好看的一张画特别把下面的这个把它画的丰富一点。我们也是，反正经常会有一些活动，所以说呢，我不知道我们班上是不是所有的学员都已经这个。关注了我的公众号如果没有关注的话，直接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就是我的名字真刚彩墨山水，彩墨画院真刚彩墨画院，对，直接就可以搜索。然后主要是就说什么样呢？关注主播不迷路主播带你上高速。这样子我们有什么活动，有什么这些作为老学员。你们都可以作为老学员的话你们都可以这个享受一些活动的这些比方说我们要参加，我们等疫情结束以后就一直想办这么一期会员和学员的聚会，你关注了我们的这个也可以。就可以第一时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通知这些，大家就可以报名就是了。当然有些学员说了关注这个我怕看不到，
那你也可以这个就是关注什么？关注我们张老师的微信微信号呢就是18870379135，这个好像我们班上学员都应该关注了吧？都应该有关注，没有关注你进不了群，报不了名的哈。有2位老师说卡了，没卡的啊，就是如果因为大家经常看直播，经常看直播的话，会产生很多缓存，大家经常清理一下。如果手机的，因为有些手机内存比较小，清理一下。另外的话，如果是用电脑观看的话，配置比较低，不高的话，您把一些不用的软件退出一下啊。不卡。声音有点小吗，王老师？因为刚刚老师在画水的时候说的话的声音不是很大。如果听我的声音很正常的话，应该都是正常的。我在画水的时候，因为这个水这段时间一直在画，这技法大家都已经都看到了，基本上没有看到像这两天报名的好几个新的学员你们也可以通过回看都能看到，所以就没有说上课的内容，我边在说画的时候，我边还要考虑，这个水的流向水该怎么画呀这些，你看我们这里画出来你就会感觉到这个水流还是非常的流的还是非常的好。只是在现在你看的这个水呢，还觉得这个水太花，是吧？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没有去染第2层和第3层。聚会画画吗？会安排时间会画一下。像上次是安排了一个上午的时间。不要这么势利嘛，非要聚会画画才来。你想想，全国这么多的学员或者会员或者粉丝到我这里来，我不给大家画段画，怎么说得过去呢？像上次我们就在张家界5星级的酒店给大家画了一张。那一次来了很多的学员，关键是老师教了大家画一张画之后，这个画完的一幅作品的话，还现场抽奖然后是现场的一位学员抽中了的，只是问一下。其实我们直播班的话，就是有这个好处，大家看直播的话，就可以跟老师在直播间沟通一下，可以。回看课程的话，就是所有的课程内容都一样的区别就只是在可以和老师直播的时候去交流一下。好，你看我们就一直给大家说，我们画画呀，这个有石头的地方是最好画的。你比方说，我现在就是在画有石头的地方，真正难画的就是这个没有石头的地方，你不知道水往哪里流的真正难画的是这些。现在主要就是等口罩早日摘下来大家都不戴口罩，就恢复到19年之前，想到哪里办班就到哪里办班，大家也没有任何的心理压力，会不会被隔离呀？不能说这个，张老师赶快给我摇手，生怕一说完以后。大家都觉得声音很小吗？我每次我
回看的时候都觉得声音很大呀。觉得声音小了，您把您的手机音量或者是您电脑的音量把它调大。其实每次提前10分钟，让大家去检查声音、检查画面，就是。对呀、对呀、你看现在很多都说声音不小，那就是你肯定把你的这个音量调的比较小。音量调的太小了啊！因为每次我也是，回看我看一看，有时候我跟你们说实话，有时候啊，我自己都要多看看我这个直播。我觉得有点意思，讲的你平常没有上课的时候，我讲不了这么细。说好多学员还说，哎呀，郑老师啊，我是不是给高价啊？然后我在这里来学10天，我说你这个来学你不划算，为什么呢？没有上课的氛围啊。没有上课的氛围，我讲不了这么清楚。像我为什么每次我上课，特别是上课的时候，我感觉我状态很好呢？那就是有上课的氛围，大家一起，不管是网络班也好，还是面授班也好，一起都知道。像我们现在我就知道，下面有几百个学员正在看我的直播。是吧？我都会讲得非常到位，而且只要我们说了嘛，只要你们不嫌我啰嗦，我会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给大家都讲得很清楚，包括我用笔为什么要这么用啊，这些是吧？我相信同学们已经感受到了，我的真诚。好，你看我刚刚就说了哈，这下面这些有一定的难度都没关系，你看我是随便来一点点这个浪花，是吧？好，来一点以后，这里再来一层啊，跟着。画集，您是指2011年出版的增纲画集吗？是最后的这本画集吗？就是有老师这个生命这幅作品的吗？因为老师出版的画册比较多，所以我也就不知道您是说的是什么画集。建议面授班也直播，面授班去直播的话，它就是有一定的，因为我们面授班的话学员比较多，为了保证大家都能够最大化的看到老师画画，也是用摄像机给大家把局部放大了的，这样的话大家才能看得到。如果是到时候教室里很多台这个摄像机的话，可能比较麻烦，这个到后期看老师如果想这样的话也可以的啊。其实我一直想这样，但是就不知道可操作性怎么样，因为人很多，每次面授班人都非常多。因为我们这2天一直在这几节课一直在画水哈，今天你看我这个水，我基本上就没给大家说太多哈，前面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好，你看把这个画了以后，它这个一浪一浪感觉就出来了。再往后面走的话，大家看简单吧？就拿着笔擦一下，边上擦一下。这后面呢，因为我还没画水，所以说我现在暂时不管它啊，暂时不管它。但是呢，现在就可以
就可以把它稍微染一下了。面授班的同时给大家上直播的话，其实我担心的是一点，就是它的网络跟不上，因为我们上课的地方一般是会议室，会议室它不会有单独的这个网络啊，它都是共用的一些网络，它的网速达不到。如果是网速达不到的话，大家看直播就会很卡。为什么现在大家看直播不会卡嘞？那是因为的话是用的另外的一个专线啊，专门只供这个网络直播学习的。好，现在我们染水的第3步哈。第3步的话，基本上就是染石头。我们画水是分4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布石，就是画石头。第2个步骤，你看就是刚刚画水。第3个步骤染石头。你看现在我们把这个石头一染以后，大家看里面就感觉到哇，里面基本上都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了哈。但是放心，干了以后，这些石头这里面的纹路都在。昨天专门就说了怎么样做到色不爱墨，就是在调色的时候，像染石头的时候呢，基本上不要加覆盖力很强的这个颜色。它比方说这个时候山绿色，是吧？我就没有再加了。你看，我把石头一染，是不是就觉得这个水一下去就怎么样，就凸出来了吧？刚刚还感觉那个水比较花这个时候一下子水就凸出来了。但是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如果就这样子的话，你会觉得这个水的层次还有水质性太乱所以说我们还有第4个步骤，就是染水，让我们这里调的颜色。刚刚染石头的这个颜色呢，它比较胭脂这些加的比较多。现在我们这里看就会加一点什么太极蓝、藤黄、山绿。染的笔呢，你可以就用这个中石欢就用中石欢来染都可以。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烘云的笔染。好，你看这个颜色就比开始的颜色就要亮很多了。大家看，我如果再把水一染的话，马上你就会觉得这个，笔上水分不要太多，你就会觉得水的层次就出来了。你看，稍微把这里一染，马上你就会觉得，染这个水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让石头跟水很好的衔接，另外一方面就是把水与水的层次把它染出来。你看，我们把这顶上一染，马上就觉得顶上这个水就丰富了。其实刚刚说了就是说这个面授班直播，其实这个事情我在很早之前就想做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面授班它不像这个网络班网络班只要你有精力，你都可以来学习，不管你岁数多大。但是面授班它就对人的岁数对身体这些都有这个控制的。你比方说过了65岁我们就不招生了，但是呢有好多其实老同志非常想学习我们的彩墨山水他这个就来不了我们都把它控制到的，都报不了名。如果是有些
或者是有些在忙做生意呀、或者上班的人他也来不了，特别是有些老师他也来不了，他就可以通过通过我们面授班同时推出的这种网络，都可以学到。但是就是有这个问题，就是说在上课的时候那就是给同学们说好，大家这是在上课哈，我们有问题的可以提问题，但是没有问题的最好就把手机关成静音，废话就不要说了，当然一般我们上课也不能说废话，说废话要罚款的，包括手机响都要罚100块钱。但这100块钱不是我要是发到每期的面试班都有一个群，发到群里大家一起抢，高兴得很。所以以至于我们每次上课一听到铃声响的话，这就更高兴。我看说什么，郑老师，为什么我们茶水和茶30的纸都很脏？茶10是，那是你颜色没调好呀。颜色一定我说了，该干净的时候一定要干净。我昨天我在说，就给大家说，我们画彩墨山水，最重要的就是让画面要显得干净。画面如果显得不干净的话，让你这个画的再好，那这张画都不是最成功的。除非是你故意就是创意，就是让这个画面要它脏兮兮的，但是一般彩墨山水我们这个都不会去面授班的没有录像面授班是不可以，上课的时候都是认真上课，不可以录像。然后课件的话会由助教老师拍了之后会发到群里，大家去临摹练习，晚上的时候去画。大家看我现在把这个水画了以后，你会觉得这个水是不是层次就出来了？包括边缘。纸的边缘、石头的边上，我都基本上都把它染了。我们再看这个水，是不是就出来了就出来了。现在口罩期间肯定都是网络班，面授班招不了。好，我们现在就把水画完了，我就给大家说我就准备先把这块山石画出来，画出来以后，然后我们再根据情况，是不是把这个瀑布画出来以后，再往下面画，就争取今天把墨稿画一大半。我们下一次上课的时候，因为还有很多的点，还有很多的各种情况，所以任务非常繁重所以开始了。那是录播课了。如果是那样的录播课，还不如大家报名参加这样的网络课这样的话时间更长。然后你想一下，1期20节课，对吧？这个时间的话会更长一点。其实直播包括为什么大家来参加面授班？因为面授班可以见到老师，然后老师的用笔各方面都看得一清二楚，这样才是更好的。然后有很多学员还直接用一下老师的笔，看是不是跟自己的一样担心老师的笔纸跟自己不是同款的，是吧？都是到面授班才有的。好，我们现在就是说，先把这一块山石画出来。这一块山石它基本上就是什么呀？就是做的一个顶天立地。所以在画的时候呢，由于这边它都是什么呀？都是
这个光的背影处啊，所以说我在画的过程中啊，要把这块山石画的非常的怎么样呢？非常的深。要想把光透出来，面书班的年龄没有放宽的啊，因为面书班要带出去写生，写生的时候一般是有山有水的地方，景色比较美的地方，所以的话肯定要爬一下山啊，需要大家有一定的体力。你看，不管我到时候这个地方哈，我会把它染得非常的深，但是呢，肯定有些学员说了，既然反正都染得很深，那我这个地方干脆我就随便乱画啊，那不行哈，啊，那不行，这里面该是什么样的？你看这个山，该什么样的还是要认真的画，而且层次啊这些都要把它给画出来。1年2季网络班太少了，4季。今年的话有2季网络班，是因为面授班没有上课，要不然的话还没有这么多嘞。因为毕竟老师的话，他还要去创作画册里面的很多作品。这2季我都觉得忙得不得了，还有好多我刚刚看到有学员说的，干脆1年4季就是每周都上。开玩笑，我就没有一点时间了，就相当于就这个就把我框住了，我哪里都去不了。我已经3年没有出去写生了，我这是一天到晚还是写生的感觉，出去创作的感觉，那是真的非常好啊。好，你看啊。把这个画出来以后，这边我把它画的都比较粗犷，但是粗犷中大家也看得出这个山石的层次，它的层次的感觉是吧？好，然后你看我们这里边画，我在画的时候，大家注意看我的用笔啊。笔锋在不停的转动，有好多人画这个山石的时候，他看到我画也是，他看到我，比方说，哎呀妈，这里还不好画，他就是1重、2重、3重，他就这么一重一重的重上去。那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哈，你看我这里疏密关系啊、虚实关系这些都有的哈。老师也有网络班，老师是2017年的话是首届的网络班啊。老师也不是今年这2年才有网络班的，在2017年就举办网络班了。你看，这又是一个层次啊。就是说你在画的时候哈，你比如说我把这一块我把它画出来，它是一个层次，然后笔杆转动，笔锋，那个笔锋是通过笔杆的转动，它才能够转动的呀。那么怎么你只转笔锋，怎么可能转得动呢？你肯定是转笔杆才通过转锋嘛。我要把这个层次把它画出来，那我就把前面一个层次把它怎么样来，把它压下去。但是在压的过程中，
这又不能压成一块死墨，还得把前面的线条把它衔接好啊。所以说我们在画的过程中，大家看哈，我是基本上，你看刚刚这个风是啊侧逆风啊，希望是逆风上去。好，一会儿这里看又是侧风压下来，就是各种风都用上。然后颤笔擦，就是你看我在画30的时候哈，基本上就干什么呢？抻擦点染啊，基本上是什么一气呵成的哈，一气呵成的。基本上呢，现在就是也没有调什么，没有调墨，就是直接就蘸胶墨啊，直接蘸胶墨，没有什么太多的调墨，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哈，所以我们就不用把它压下来了。好，然后我们这里退后看一下，它这里这个30这个块面。大家看啊，这个笔锋不停的是在通过笔锋的转动，还有调整笔锋啊，让整个这个30啊线条让它有变化。越往顶上啊，这个你看块面上啊就越大，到时候直接是顶上去，我没这么高了，一会儿我把它拖下来一点啊，把它拖下来一点，我看看有这么高没有。这个基本上胶墨，所以说今天这个墨啊用的很多哈，用了很多。用楼梯吗？嗯，上面有点高。哎，这真是有好，你看现在有这么高了。我们顶上这里基本上大家看哈。大家看我们这个侧逆风啊，在画的时候手稍微抖动一下，这里就能画出很多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一些效果啊，意想不到的一些效果。而且顶上为什么我把它画的这么深呢？啊，因为这里是光出来的地方，光越出来越亮的地方，它这里画的要越深，才能把这个光把它显得越亮啊。然后这里还一会儿还有一些树啊，因为你如果一会儿不画这些树的话哈，只是光画来，它们两个会很生硬的，你透过这个树穿出来的光，效果会更好。
你看我们这里，这个30，大家可以放大，缩小。大家看哈，这里面有很多的变化，是不是啊？有很多的变化。哎，它层次感啊，包括顶上这个画的很深，但是很虚。好，然后逐步下来以后，哎，这里。这个层面宽一点，是吧？这个稍微窄一点，好，这边有一点点，但是倒是这里都已经是完全看不出来很深很深的这种感觉。好，然后再往下面走的话，它这里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哎，我这里哈，比如说，这又是另外一块石头，是吧？这又是另外一块石头，我就这么斜着过来，顶上这里可以让它线条这些哎都会有一点，但这个地方让它擦一下，让它深一点。这里深一点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一块这个亮，你看就把它凸出来了，是吧？你看我们好，这个下面也是让它深一点，但是我就一直给大家说了，你把这一笔画了以后，你千万不要这一笔非常的突出，哎，这一笔要很好的，你看它很好的和这些衔接好，这个衔接靠什么呢？就要靠中间这些小白点这些留空的这些，把它很好的衔接起来。好，这样子就把这条路，刚刚弯过来这条路，把它衬出来了。衬出来以后，好，这一块它比较深，但是这一块的话，我就要画的比较细致。好，下面这里又很好的，可能有些学员说了，哎，不说这里有路嘛，为什么这里不画路呢？大家一定要讲究透视，因为我这个地方有栏杆，栏杆的高度从我这个视线看过去是被栏杆挡住了，所以说你只能把这个栏杆画出来，画出来以后有栏杆，自然的别人就会联想到后面是路，何况我在这个位置上我还交接了一下我这个位置还交接了一下。这个有路转过来的那种感觉，哎，把它擦一擦。你看，这又是一块层面，是吧？这又是一块层面。把这块层面画出来以后，我这里就要注意什么问题呢？这里这是一块，是吧？这是一块。好，这个地方还有一块。要是没有一块的话，你看我这里这个桥这里呢，它就不是，这里还有一座桥这里要延伸，所以我这个地方
像这么一条，这个过去以后哈，就一定要注意什么问题呢？一定要注意不要让这条线太明显不要让这样太明显。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它衔接好呢？大家看。一般来说，我在画的时候，我都不是一条直线拉下来的，我都怎么样呢？中间都有这些衔接的地方，你看中间都有衔接的地方。这顶上，好，这个顶上这一块也是把它画的非常的深，肯定好多学员就发现我今天画画，基本上是焦墨这相当于其实就是焦墨山水基本上是焦墨在画，在画的时候呢，通过线条和块面的大小来表现出这个山石的一些味道老师，大部分今天主要是以山石为主，大家有什么想跟老师交流的，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然后专业的问题老师解答，如果是说我能回答的问题，我会给大家解答。你看，我就经常画这些比较有特点的石头，是吧？都可以用上，今天都可以用上。你看，这个石头像这种形式的石头，你们去过梵净山的话，是吧？都可以看到各种形式的石头。它那里确实有好几块很惟妙惟肖的石头好，我们把这里画了以后，这里出来，这个又是折带称的一些画法。你看我画山石是不是很爽抻插点染，一气呵成。我是说实话，我是最喜欢上课的时候就画山石特别是你看我前两天直播画那个一张6尺整张的石头，我画得很过瘾，大家看得过瘾，我画的也过瘾，皆大欢喜。但是真正的你说要是那种形式的直播，你去把它画很细致的，我跟你说，那就达不了这么好的效果了。好，你看我们画了以后，擦一下，有些地方，你比方说，我要想让这一块更亮，那我这一块都把它擦下来，把这一块亮出来。好，你看终于我们把这前面一块石头这画出来了通过这个笔锋的这个运转动，或者通过这个水分的掌握这个墨的水分的掌握，有些地方块面它比较大一点，有些地方它比较亮一点通过这个抻插，一下子大家看我们这块山石是不是它厚度有了，是吧？整个的山石的那种刚毅的感觉，我们把它画出来了，这所以说呢，我是觉得大家呢，经常看我画画，他经常看着呢，
其实你自己啊，有可能在看的时候，你自己的手上啊，也稍微运转一下，也稍微动一下，看我怎么画的，然后把你的感觉，把你这些啊，你再把它想上去，那基本上啊，我跟你说哈，就是说，慢慢的，自己就有一定的感觉了。好，然后你再经常去画这些哈，画出来。我跟你说哈，肯定会怎么样呢？会以后，比方说你自己在画的时候，千万不要说看到我的稿子，或者看着你看我有时候给大家发的局部是吧？有些学员就说了，那我要跟老师画的一样，那就是拿着笔，比方说在墙上那画一笔，好，不知道怎么画了，马上再看哈我的这个，好，又再画第二笔，然后又不知道怎么画了，又看。这种形式是学不好画的。我是建议大家怎么样呢？就是今天你看到我画这个石头，是吧？诶，看着觉得很过瘾。我看好多学员说了，看着也舒服，用笔舒展或者怎么样。对，你自己都看，你自己认为什么时候看懂了，什么时候看会了，有感觉了，你就背离啊。当然，这前提是有一定基础的哈。其实有没有基础的人都用这个方法。用背临的形式，有可能才开始的时候呢，你画的不是太好，临的也不是太好，但是，时间久了以后啊，基本上你都可以脱开我的稿子，画一块30的话，就会很舒展。这个之前我给大家我说实话，我说有些30啊，我闭着眼睛都可以画。好多学员不相信，我们在面授班的时候，我真的就把东西把眼睛挡住，把墨站好以后，我就这样子啪，几笔下来，那个石头照样是石头，所以说你们要练成这样子，效果就更好了，是不是啊？我们4点钟休息一会儿，然后再拿50分钟时间，把这个瀑布把这个顶上的这个石头这些再稍微画一下。今天基本上就算是就非常好了，就非常好。这样子的话，我们在下周的时候呢，但是我一会儿要把这些细节上有些都再把它处理好这些都是花时间的。好，处理好以后，下次我们再画，我就就可以把它画完，最多就是耽误大家一点时间。好，现在我们课间休息10分钟，我们同样听一下音乐，休息一下。